when I lost my dad unexpectedly, and 6 hours later I received a phone call from an unknown number that turned out to be an organ procurement agency asking to harvest my dad's corneas and take skin grafts. My dad was not an organ donor. He did not want to be an organ donor. I did not want him to be an organ donor. When I told them this, they said, well, what misconceptions do you have about organ donation that make you not want to do it? Well, it doesn't cost you anything. Well, you'd be saving lives by doing this. My dad was 63 years old. I don't know that his corneas are going to save anyone's life, to be quite honest. And I didn't like to feel guilted after my best friend just died in my arms. And in my view, in line with my faith, I feel that your body is sacred. You've carried it with you your whole life. It holds so many memories and so much energy. If that's something you want to do, that's up to you. But when someone says no, the answer should be taken as no. And the fact that even though I said that goes against my dad's wishes, he's not an organ donor, they still tried to press me. 同志们，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如果有一天你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医生站在你身边，不是在讨论怎么救你，而是在讨论你还能救多少人？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瘆得慌？但今天这个话题偏偏就是全球医疗体系里最敏感、最复杂，也最讳莫如深的一块——器官捐献。很多人一提起这个话题第一反应就是2个字：高尚。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可问题来了，当善意被制度化，当崇高被产业化，当捐献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链条，那这件事情还单纯吗？本期视频我们就来扒一扒美国器官捐献制度到底是天使的翅膀，还是资本的手术刀？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友记，我是大钊。先从一张驾照说起温情背后的制度逻辑。10几年前，一档互联网节目火爆全网，小说主持人高晓松兴致勃勃展示美国驾照，说了一段让无数年轻人心潮澎湃的话。在美国考驾照时会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意外去世，你是否愿意捐献器官？很多人当时听完都觉得，哇塞，这制度太有人情味了。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社会文明的体现。确实从表面看，这种设计确实效率极高。因为医学有个冷知识，器官移植对时间极其苛刻，心脏离体4小时内必须移植，肝脏大约12小时，肾脏最多36小时。所以很多支持者认为提前授权可以避免家属在悲痛中做艰难的决定。听起来很合理，对吧？当时多少年轻人被这波美式温情忽悠得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刻打飞机过去给驾照盖个红章。可15年后再看，这红圈哪里是爱心勋章，分明是给人体零件厂递的订货单。这问题恰恰出在合理不代表没有风险。根据资料显示37个州的驾照申请表格里，同意捐献是默认勾选的，想取消得填17页表格，跑3个部门，等60天审核。这哪是自愿吗？分明是强制绑定，困难退出。更讽刺的是 HHS 2025年的调查报告里写着，在抽查的351起器官获取案例中，73个患者的神经反应根本不符合脑死亡标准，28个人在摘取时还检测到生命体征。合着高晓松说的不用家属同意，其实是不管你死没死透，先把零件卸了再说吧。讲个笑话，有个中国留学生刚到美国，兴冲冲去办驾照，工作人员问他要不要当器官捐献者呢？他想起高晓松的话，大手一挥，当然要。结果呢，旁边老华侨拽了他一把，小伙子你这不是献爱心呀，是给黑心医生递杀猪刀啊！这不是段子，是去年小红书上刷屏的真实经历。当劳 A 跟沈毅聊起美国器官捐献的斩杀线，全美国的华人连夜翻驾照，卸载 Apple Watch， 那阵仗比躲 FBI 追查还紧张。为啥？因为他们突然发现高晓松没说真相，高晓松没说的真相比恐怖片还吓人。医疗伦理的灰色地带，当救人与产业发生交集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器官移植其实是全球医疗体系里利润极高的领域之一。一台心脏移植手术在美国平均费用超过100万美元，
而整个产业链，包括器官获取机构、运输系统、移植中心、医疗保险体系，早已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在美国，医院在患者濒死或死亡后，依法必须联系器官获取机构。注意啊，这里有个很微妙的点，判断濒死本身就是医学与伦理最复杂的交叉区。历史上确实发生过争议案例，例如有家属反映，在亲人去世后短时间内就接到器官获取机构的电话，甚至在明确拒绝后仍然被持续劝说。这种经历让不少家庭产生心理创伤。你想想，人家刚失去至亲，电话另一头却在谈角膜是否可用，这情绪冲击不亚于雪上加霜。礼记有句话说的特别妙，丧有哀而礼不可失。当医疗流程压过情感空间，人性就容易被程序化吞噬。这让我想起《论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美国的器官捐献系统活脱脱就是己所甚欲，应施于人。2014年 FBI 超查美国生物资源中心，当场搜出10吨人体器官，连探员都吓出 PTSD。德克萨斯州医院更离谱，给女婴做结肠炎手术，转头就把器官给摘了。家长还是从火葬场的工作人员嘴里才知道，你女儿体内空空的，这哪是医院，分明是《水浒传》里的十字坡呀！肥的切做馒头馅儿，瘦的拿去填河。只不过现在换了个医学研究的马甲。有人可能会说，个别案例不能代表全部呀。美国不是有 UNOS 监管吗？可大家知道吗？美国56个器官获取组织 OPO 里，42%都达不到绩效标准，却能靠虚报数据骗钱。高管年薪最高能拿到120万美金。反观中国2024年实行的人体器官捐献跟移植条例里明确规定，器官分配必须通过国家统一的计算机系统自动匹配，全程留痕，谁敢人为干预，直接注销医院资质。礼记里讲，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器官捐献才是真的公。2025年数据显示，中国器官移植术后生存率比美国高11%，分配公平性更是连续5年蝉联全球第一。再说说苹果设备的隐形陷阱，美国用户只要用 Apple Watch 测过心率，就会被自动注册为器官捐献者，连弹窗提示都没有。去年有个华人小伙车祸后被送医，医生看到他 Apple Watch 的数据差点没等他家属赶到就宣布脑死亡。这哪是健康监测，分明是给器官贩子装的定位器。而中国呢，无论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 APP 还是医院登记，都要经过本人签字、家属确认、红十字会见证3重程序。民法典第1006条写的明明白白，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利诱其捐献。这才是真正的尊重生命，比美国的暗箱操作不知道高到哪里去。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器官捐献本是积德行善之事，可美国把它搞成了资本狂欢的生意。犹他州允许囚犯捐献器官换减刑，马萨诸塞州更荒唐，服刑人员捐骨髓能减365天刑期。这不是自愿捐献，是用自由换取器官的现代奴隶制。而中国呢，红十字会专门设立器官捐献缅怀纪念园，每年组织家属祭扫，还为捐献者家属提供医疗救助、子女教育帮扶。咱们讲究生有所养，死有所尊，哪怕是捐献遗体，也要让逝者有尊严，让生者有慰藉，这才是文明该有的样子。今儿个聊了这么多不是为了全盘否定美国，而是想告诉大家，真正的文明不是靠脱口秀吹出来的，是靠制度保障出来的。真正的爱心不是靠强制绑定实现的，是靠尊重与公平滋养出来的。高晓松可能忘了，管子里早就说过，仓廪实而知时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连脑死亡标准都能随意放宽，连婴儿器官都能偷偷摘取的系统，再怎么包装温情也遮不住骨子里的贪婪与冷酷。最后给美国的华人朋友提个醒，赶紧查查自个儿驾照跟电子设备别让爱心捐款变成意外收割。也希望屏幕前的各位记住，中国的器官捐献制度或许还有进步空间，但它守住了最基本的底线，尊重生命，敬畏尊严。毕竟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以人为本，可比美国的资本至上靠谱多了。According to the hospital, one of the babies, Samaria, apparently started to look a little pale, so they took her in for surgery, and she died as a result of this surgery. Now, the parents
weren't told any of this. They weren't called, they weren't messaged, nothing. In fact, on that day when they wanted to see their babies, they were told they couldn't because there was a sterile procedure going on. Now, obviously, they were devastated by the death of their child. However, when they went to take their child to the funeral home, they were informed by the funeral home, not the hospital, that multiple organs had been harvested from Samaria. The parents didn't consent to this. They didn't sign up for any organ donation. They didn't sign up for anything. No, Samaria was getting healthier and then had to have a sterile procedure, and then they snatched her organs and just fucking told nobody. Like I said, they had to hear it from the funeral home. Like this, how the fuck does that happen? First of all, how do you have surgery on a baby and not even inform the parents? And then if that's not bad enough, how do you have the surgery, not inform the parents, and then after the child dies, just fucking snatch their organs? No permission, no consent, no nothing. And then the parents have to hear from the funeral home that, hey, this child's missing some shit. Every single person that participated in this in any fucking way whatsoever needs to not only be fired, but have charges pressed against them. Because what the fuck? 如片中所说，一位女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家医院里死亡，母亲萨米利亚和父亲肯尼斯完全不知情。在将遗体送往火葬场时，火葬场的工作人员才告知，你的女儿好像体内空空的，少了很多东西。这对父母到现在都很感谢火葬场的这名工作人员，否则很多证据就会被一并焚毁了。医院的说法是，女婴当时出现了结肠炎，于是医院紧急进行了手术，然后手术失败，因而死去。但这解释不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进行紧急手术的同时不通知家属，居然敢这么悄悄的自己私下做手术？第二，为什么女婴体内的大部分器官都不见了？结肠炎手术需要摘除器官吗？这些器官完全没有一个说法，不知去向，消失了。夫妻两人一边维持生活，一边去医院门口进行和平抗议。一开始没用，医院说我们有自己的隐私，所以不需要公布女婴的治疗细节，这件事就这么盖过去了。后来经过网络舆情发酵，闹大了，医院开始找个人出来解释，说哎呀，其实你们女儿的器官没有丢，我们找到了，我们其实一直都替你们女儿保存着器官，就等着你们来取呢，全在医院里面，我们是在背着你们进行尸检。不是哥，何意味啊？感情你们免费赠送了人家一台手术，一次器官摘取呗，赠送给你家人行不行啊？而且就算你说的合理，为啥不告知啊？理由是啥？这些器官真的是女婴原生的吗？期间又准备拿这些器官干嘛啊？做手术不告知，取器官不告知，事情闹大了就开始往前面找理由了。评论区基本都是哀悼和负面猜测，听起来像是有个有钱的客户需要器官。是的，绝不要让病人单独和医院工作人员在一起，家人应该始终在房间里。他们对我父亲做了一些事，让我们明白了绝不能离开房间，不管医院是否规定能留下过夜，我留下了。他们肯定是为了救另一个孩子取走了那个婴儿器官。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下，在美国，婴儿头颅和器官是一门白产生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曾以515美元一个的价格购买过一批婴儿头颅、肝脏等脂肪器官的购买价格为580至685美元，交易对象为先进生物科学资源公司，和其签订了胎儿组织合同，其中包括用于研究的完整颅骨。外国网民则表示需要他们来进行仪式和实践，而 FDA 的其他记录表示，他们曾挪用一个用于购买实验用小白鼠的项目经费，购买了胎儿器官、头部和组织，对象也是 ABR， 其中详细清单包括排空流产、孕周13到24周，每个标本275美元；孕早期流产、孕周8到12周，每个标本515美元；完整颅骨盖、胎儿头骨，孕周8到24周，每份标本515美元；第二孕期婴儿胸腺325美元；第二孕期婴儿肝脏325美元；隔夜送达150美元；电汇费25美元，还有其他的我就不念了。总之，你在美国是个人才，你很值钱。